小朋友，冰糖故事屋又回来了。转眼又到了农历新年了，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跟新年以及12生肖有关的故事吧。2020年是鼠年，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12生肖里面没有猫呢？如果想知道的话，你们一会儿可要留心听听这个关于12生肖的故事咯。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每天都过得很热闹。可是平时要是发生了什么纠纷或争吵，动物们都需要千里迢迢的跑到住在天上的天神那儿去找他评评理。久而久之，天神就觉得这样对动物们来说太累太麻烦了。于是天神把所有的动物都集合起来，对大家说，为了让大地上保持良好的生活秩序，我要从你们当中选出12种动物，每个动物都会轮流的在大地上当1年的主管，替我管理这里的一切事情。这12位主管将会被叫做12生肖。天神和动物们约定，明年的正月初1要举行一次渡河闯迷宫比赛。比赛中最先游过河并走出森林迷宫抵达神殿的前12种动物，就可以根据先后顺序轮流当主管。我一定是第1名，我才是第1名呢！动物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大声争论起来。小猫听了这个消息，心里有点担心，他对他的好朋友老鼠说，小老鼠，我们虽然对这森林的地形很熟悉，可是我不太会游泳，怎么办呢？老鼠说道，叽叽，不要紧，老牛很会游泳，我们可以跟他合作，请他帮我们2个游过去呀。于是2个好朋友就跟老牛说好了，在比赛的那一天跟他一起出发去渡河。然后老鼠跟小猫给老牛带路，指出最快穿越森林迷宫的道路。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动物们很早的出发，都想赶在别人面前到达神殿。渡河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拼命的游啊游啊，可是就算背上背着老鼠跟小猫，老牛还是在动物群里面游得最快的，它遥遥领先着游在动物群的最前面。坐在牛背上的老鼠心里可就开心了，他心里想，叽叽叽叽，这片森林里没有动物比我自己跟小猫更熟悉这片森林了，只要一上岸，我们肯定会是最快到达神殿的，我到时就会是第1名了，哈哈哈哈。可是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不对，小猫平时跟我赛跑，总是跑在我前面，如果待会儿我们一起上岸，我肯定会落后的。这时的老鼠突然起了一个坏主意，他心想，咦，那要是小猫过不了河，这个第1名我不就10拿9稳了吗？老鼠于是打定了主意，趁小猫没防备，用力一推，就把它推进水里去了。可怜的小猫不太会游泳，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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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直喝水，它赶紧大喊，喵喵，老牛老牛，我掉下水了，快来救我。可惜的是，老牛因为老了，耳朵听不清楚，并没有听到小猫的呼救声，它还是飞快地往河的对岸游了过去。没多久，老牛就已经靠岸了。老鼠赶紧带着老牛头也不回地窜进森林迷宫里。老鼠果然对森林迷宫非常熟悉，而且它跑得又快，3步并作2步，一转眼就已经来到神殿前面了。老鼠看到了终点，兴奋又骄傲地往前冲了过去，并得意洋洋地说，叽叽，我是第1名，我是第1名。不久，其他的动物也陆陆续续的到来了，它们分别是老牛、老虎、小兔、小龙、小蛇、小马、小羊、小猴、小鸡、小狗、
最后呢是小猪。老鼠伸长脖子，左顾右盼，就是没有看到小猫的踪影。这时，天神从神殿里走了出来，并对动物们宣布道：按照规定，最先到达神殿的前12名动物，可以按照先后次序轮流当一年的主管。我们之后每一年就会用他们的名字给那一年命名。那么，我们今年就是鼠年了。被选上的12种动物都很开心，大家也互相道贺。这时，全身湿淋淋的小猫才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他问道：天神，天神，我到了，请问我得到了第几名？天神说：小猫，很可惜你来得太晚了，比赛早已经结束了。当小猫知道自己因为被老鼠推下河，输了比赛，没有得到名次，它气得全身发抖。它转身看到老鼠后，立刻就往它身上扑了过去。老鼠因为心虚，只好拼命地逃。从此以后，所有的猫见到老鼠就追，而老鼠就只有四处逃跑的份儿了。好了，这就是12生肖的故事啦。大家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呢？小老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了对朋友不利的行为，对朋友带来了特别大的伤害。这种行为是自私自利，不讨人喜欢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染上这种不良的行为。如果在生活里遇到这样的人，更要小心提防，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冰糖故事屋希望小朋友们在成长的路上可以当一个会照顾跟关怀别人的好孩子，结交到很多知心的好朋友，并在生活里互相关照。好了，冰糖故事屋今天就说到这里啦。喜欢这个故事的话，记得跟你们的朋友分享，然后点个赞。如果你们想更快的听见下一个故事，也记得要订阅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